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30天社交自如计划，我是 John。今天是第13天，在社交场上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让人瞬间血压升高的攻击性提问，比如你工资多少啊？怎么还没买车？你这方案做得挺快，是不是随便套了个模板？你怎么还没谈恋爱？是不是眼光太高了？当你面对一个带刺的球，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直接走开。可是这种问题其实就是在挑衅，他就是要看看你能不能忍住不发火。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小心露出破绽，那气氛就会变得很尴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别人的问题可以有百般答案，不要害怕自己的回答会让对方不高兴，只要这个回答没有伤害到任何人，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是职场不是操场，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逃避。那么当别人向你抛出了这类问题时，你可以这样回答，这个问题有点私人，不方便说，或者说我的情况比较特殊，不太好解释。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的人，也可以直接开个玩笑，转移话题。比如说，我这车啊，还在路上呢。再比如说，我的车啊，就是用来拉货的，要不怎么说货运版的呢？这些回答既幽默风趣又不失礼貌。这些问题的共同点是，他们不仅在索取信息，更在试图通过降低你的价值感，来获得对方的优越感。很多人面对这种情况，要么是当场死机，事后在被窝里复盘想出100句回对的话，要么是正面硬刚，结果把场面搞得极其难看，最后显得自己玩不起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一种社交太极，我不教你如何骂人，我教你如何用6个高情商技巧，把这些带刺的球优雅的踢回去，不仅保全了体面，还能让对方意识到我很有礼貌，但你最好别惹我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如何优雅的将这种问题踢回去，既不会让自己陷入尴尬，也不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。如果你总是被别人用各种尖锐、挑衅的言语来攻击，而你又不知道该如何巧妙的回答，那今天这个视频非常适合你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把核心原理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在视频，方便大家观看。第一个叫反向定义法，你只要把对方的问题换一个说法，用他的矛去攻自己的盾，他就会哑口无言了。比如有个人说，哎呀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好虚伪哦，那你就可以问他，那你觉得一个人应该怎么样才不算虚伪呢？你看，他就被自己给难住了。原理分析，夺回话语权的解释权。攻击性提问往往隐藏着一个预设前提，比如问你为什么还没结婚，潜台词是不结婚是不正常的。如果你顺着回答因为没遇到合适的，你就掉进了对方的预设里。操作指南，不回答问题本身，而是重新定义问题的性质。场景模拟： 1. 攻击提问，你这个年纪才拿到这个职位的薪水，不觉得有点晚吗？ 2. 平庸回答，其实也还好吧，我之前开始自我辩白显得底气不足。高情商应对，其实我更看重的是在这个岗位上能掌握的资源和成长速度。对我来说，节奏的对错比速度的快慢重要得多。你觉得呢？技巧核心，把对方定义的劣势转化为你坚持的价值观。第二个方法叫做苏格拉底式反问。苏格拉底式反问是西方哲学中一种著名的辩论技巧，它是一种通过一连串的问题来引导对方自我否定、自我辩驳的方法。比如说别人问你，你是不是在撒谎？你可以回他说，难道我不是在撒谎吗？然后接着问他，你说我有没有在撒谎呢？这个时候他肯定就说不出来话了。原理分析，把压力还给提问者。很多时候，对方问出无理的问题，是因为他们默认你必须回答。苏格拉底式反问的核心是，我不做答卷人，我要做监考老师。操作指南，当对方问出越界问题时，温和地询问对方的动机。换人公式，你为什么会突然好奇这个？或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场景模拟： 1. 攻击提问，你买这房子贷了不少款吧？每个月还贷压力大吗？2. 高情商应对，微微一笑，保持好奇。我发现你对财务规划这块特别关注，是因为最近也在考虑资产配置吗？技巧核心，这种反问不是为了挑衅，而是建立一道心理边界。当对方需要解释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时，攻击性会自动消解。第三个方法就比较狠了，叫做幽默式的结构，就是你先要承认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杀伤力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语言游戏把它给玩死。比如说有人问你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那你就说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能够提出这种问题的人。再比如说有人问你，你为什么这么穷？那你就可以说，你为什么这么富有？还有人问你，你怎么会这么胖？那你也可以回他说，你怎么那么瘦啊？这招虽然有点损，但是特别能彰显你的智慧。当然，以上这些都只是权宜之计，并不是最好的办法。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学会用人性的角度去看懂对方的问题。
因为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敢向你抛出这样的问题，目的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要验证一下他对你的看法到底是不是真实的。原理分析，用不战而胜化解尴尬。幽默是社交中最高级的防弹衣。当对方想看你窘迫时，如果你能自嘲或者把逻辑推向荒谬，对方的攻击就打在了棉花上。操作指南，通过夸张化或转移重点，让对方的恶意失去落脚点。场景模拟，攻击提问，你最近是不是长胖了？我看你脸都圆了一圈，高情商应对，哎呀，被你看出来了，最近生活确实对我太温柔了，每一颗肉都是我凭本事吃出来的。为了不辜负他们，我打算再圆2圈试试。技巧核心，幽默的核心是我不受伤害。当你能拿这件事开玩笑时，对方就彻底失去了通过打击你来获得快乐的机会。所以，当他们问你爱不爱我的时候，其实心里已经默认你是爱他的，只不过他想让你也说出同样的话而已。而当他们问你能不能别加班了的时候，其实也已经默认你是可以做到的，只不过是想要测试一下你愿不愿意为他牺牲而已。明白了这一点之后，你会发现原来大多数问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。Nice。好，我们回来了。第4个方法叫做原沟通法。当别人问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时，你可以先用原沟通的方式进行回应。比如，你的问题其实是在暗示我什么？你在质疑我的专业能力？你是在对我有成见吗？等等。这样做的好处在于，他一开始是带着目的来问你的，但是当你反问他之后，他就很难再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讲了。这个时候你就赢得了思考的时间，可以有效的避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。原理分析，识别对方的潜台词。原沟通是指关于沟通的沟通。当你发现对方在阴阳怪气时，直接点破对方的谈话方式，而不是谈话内容。操作指南，用陈述事实的语气，描述你当下的感受。场景模拟，攻击提问，哎呦，你现在是大忙人了，请你吃个饭都得预约半个月，真是贵人多忘事。平庸回答，没有啦，最近真的忙。越解释越像在瞎掰。高情商应对，我听着这话感觉有一点点酸哦，带点玩笑语气。其实我是真的希望能和你好好聚聚，但最近确实分身乏术，咱们定个下周3怎么样？技巧核心，这叫温柔的扎破气球。你识别了对方的情绪，但你没有攻击回去，而是给了对方一个台阶。第5个方法叫做边界桥梁法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的老板总喜欢给你安排一些超出工作范围之外的事情，那就可以委婉地告诉他，您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尽力而为了，如果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，请多指教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既没有拒绝他的要求，也没有完全答应下来，而是划出了一个清晰的界限，让对方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。原理分析，有礼貌的拒绝。很多攻击性提问涉及隐私、收入、感情、家庭。体面的核心在于，我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我不需要显得无理。操作指南，先肯定对方的关心，再明确拒绝，最后迅速转移话题。万能模板，谢谢你的关心，不过这块我习惯自己处理，不怎么跟人讨论。对了，听说你最近在场景模拟攻击提问，你跟前任为什么分手啊？是不是他劈腿了？高情商应对，哈哈，看来你真的很关心我的情感生活。不过那段已经翻篇了，我现在更专注当下的生活。话说回来，你上次推荐那本书我刚看完。技巧核心，快速切入新话题，不要给对方在同一个隐私话题上追问的机会。第6个方法叫做3秒钟沉默规则。当别人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，或者是向你发起了无端的挑衅时，不要着急回答，也不要用情绪化的语言来回怼回去。你可以轻轻的摇头表示不同意，并且告诉对方，你说的这件事我需要考虑一下，3秒后我会给出答案，然后利用这3秒钟的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同时也给他一点时间去思考刚才说的话是不是太过分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说，对不起，我现在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。这样不仅可以给自己争取到处理事情的时间，还可以给对方施加一定的心理压力，让他明白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当场回答，也不是所有的请求都能够得到满足。原理分析，沉默是最高级的威慑，这是今天最强大也最难掌握的一招。攻击性提问往往是为了激起你的即时情绪反应，愤怒、羞愧、慌乱。操作指南，当对方问出一个极其无理的问题时，不要说话，停顿3秒，盯着对方的眼睛，保持平静的表情，打破沉默，轻轻地问一句，你刚才问这个是认真的吗？结果
绝大多数人在那3秒钟的沉默里，会意识到自己的失礼，并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，进而主动撤回话题或道歉。技巧核心：谁先急，谁就输了。沉默代表了你极强大的心理容量。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。社交自如的终极真相，你的核心稳定性。今日作业，回想一个最近让你不舒服的提问，尝试用我们今天讲的6个技巧中的任意一个，在脑海中重新模拟一遍应对逻辑。如果你愿意，欢迎在评论区写下那个问题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你写出一个最体面的答案。我想聊聊关于社交你最底层的核心秘密，它能让你彻底摆脱社交恐惧症。其实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被那些攻击的话所影响，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在认同这些负面评价。比如别人说你胖，你以为他在评论你的体型，但真实的情况是，他可能只是想评论一下衣服穿得不好看而已。或者我们来讨论几个问题：一、为什么我们会被攻击影响？在结束今天的课程之前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可能被大多数社交教程忽略的真相：所有的体面，本质上都源于你内心的核心稳定性。为什么当别人问出你工资多少或者你怎么还不结婚时，我们会感到愤怒、羞愧，甚至想逃避？是因为这些问题精准地戳中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。如果一个人问姚明你为什么长得这么矮，姚明只会觉得好笑，而不会生气，因为他对自己高这个事实有着绝对的心理确定性。所以 Day 13的这些技巧不仅仅是教你如何说话，更是教你如何通过语言的防线来构建心理的围墙。当你能够熟练地运用反向定义或苏格拉底式反问时，你实际上是在向潜意识传达一个信号：我拥有定义自己价值的最终解释权。任何人都别想通过几个无理的问题就剥夺我的自尊了。社交不是角力场，而是你的能量保护区。我们学习社交技巧，不是为了变得圆滑世故，更不是为了在每一场对话中都赢。真正的社交高手从不追求战胜对手，而是追求不被他人消耗。你要明白，那些喜欢问攻击性提问的人，往往是生活中极度缺乏掌控感的人。他们需要通过打听你的隐私，贬低你的成就来获得一种虚假的优越感。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，你眼前的那个冒犯者就不再是一个强大的威胁，而更像是一个急需通过打击别人来找回自信的有些可怜的灵魂。当你用幽默解构了他的攻击，或者用沉默震慑了他的无理，你保护的不只是面子，更是你宝贵的情绪能量。社交自如的人懂得把能量花在爱自己的人身上，而不是在垃圾社交里内耗。3. 给自己的社交实验一点容错率。在30天社交自如计划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半的今天，我想对你说，不要害怕搞砸。也许你明天遇到攻击性提问时，还是会因为紧张而大脑空白，或者事后才想起哎呀，我刚才应该用那个沉默规则。这太正常了。社交肌肉的生长需要撕裂和重塑。今天的5000字干货是你脑海里的演习地图，而真正的战场在明天的咖啡馆、后天的办公室和下周的聚会上。哪怕你只记得一招3秒钟沉默，只要你迈出了尝试的那一步，你就已经比 90%。感谢你坚持看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10分钟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请务必帮我点个赞，并订阅这个频道。你的每一个互动都是在告诉 YouTube 的算法，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想要通过学习变得更自信、更有尊严。我是张，这里是30天社交自如计划。保护好你的边界，就是保护好你的光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点亮小铃铛。本频道主要分享人际交往、亲子关系、恋爱关系之间的处理方法，并且每周1、3、5都会更新视频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Day 14见。